台积电新增订单已经高过台积电最大负荷，现在都进入排队等待中。台积电对5纳米工艺定下了 20% 的营收占比目标，原本以为失去了第二大客户的台积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没有那么容易。可是越来越多的晶片设计厂商都迈入了5纳米工艺行列，加上三星大客户高通将晶片订单全部交给台积电代工。原因是由于三星晶片良品率造假的问题，三星的声誉直线下降。这背后也是因为三星在3纳米到5纳米工艺中出现了良品率极差问题，并且由于订单新增以及高通公司的加入，让三星不得不开始延后交货。三星高层内部针对自家晶圆代工厂低到难以置信的良率，立即展开深入调查。根据业界人士透露，三星电子的自查有2个目的，一个是调查原定于提升良率的几大笔资金被用于何方，另一个就是旗下电晶体工厂的产量报告是否在凭空捏造。据了解，此次良率问题主要集中在5纳米、4纳米、3纳米这3个高精度工艺节点上。要知道，这3个节点可是三星电子超车台积电的关键节点，难怪该公司会对良率问题如此上心。一方面是因为三星电子对凭借高精度工艺赶超台积电的计划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为了超车台积电，三星电子在上述3个工艺节点的研发和量产上的确投入了大量资金，钱都砸进去了，效果却远低于预期，三星电子自然要筑基彻查。其实不难发现这背后的真相，从高通的888和8Gen 一晶片功耗就能够发现，三星终究还是达不到台积电的水准。之所以高通愿意找三星，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便宜。毕竟少了麒麟晶片后，高通已经在国内市场一家独大，国产厂商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三星对内部展开调查，而在2月22日，根据报道显示，三星集团最近对其晶圆代工的低产量展开了内部调查。据说调查有2个主要方向，一是最初计划用于提高良品率的资金用在了哪里，另一个原因是三星怀疑自己被下面的部门欺骗了，怀疑自己下面的代工厂产量报告是捏造的。现时，管理咨询部门的怀疑对象是 DS 部门现任及前任高管，调查内容包括之前递交的良率报告是否真实，用于提升良率的资金究竟流向何方。伊比特熟悉三星电子内部情况的高管表示，由于晶片代工厂交付的数量难以满足最近的代工订单量，我们对非记忆体工艺的良率表示怀疑。众所周知，基于此前良率报告的数据是可以满足订单交付的。三星这次的内部调查肯定不仅仅是调查问题，事情过后必定会解决问题。毕竟，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三星启动的这项调查岂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因此，在未来，三星很可能会通过这次内部调查来解决其自身的问题，实打实的解决良品率的问题，从而挽救自身不断下降的市场声誉。对于业界的种种传闻，三星电子表示不便多加透露。不过这件事情也对三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苹果和高通将订单都转向了台积电。苹果、高通订单转向台积电。现时，台积电和三星正在竞争5纳米及以下的先进工艺，是全球唯2有能力生产3纳米晶片的代工企业。由于三星代工的产量较低，高通公司已将其4纳米 AP 处理器骁龙8 General 1的部分代工订单移交给了台积电，而台积电此前是三星电子的独家代工。此外，高通还将其3纳米 AP 处理器的代工订单移交给台积电，将于明年独家推出。三星最近的坏消息不仅仅来自高通，
据说在苹果的代工订单方面，台积电已经凭借住自己比三星更加先进的制程，成功斩获苹果全部的 5G 射频晶片订单。这个台积电代工的 5G 射频晶片，有可能会在今年苹果就要发布的 iPhone 14上面发布。不难看出，无论是苹果还是高通，这些企业正逐渐从三星向台积电靠拢。如今，台积电可以说已经逐渐赢得了三星和高通的青睐，无疑可以吃饱了。这一结果最终也将对台积电产生巨大影响。随着台积电越来越受到苹果和高通的青睐，在未来的晶片代工市场上，无疑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这无疑会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此外，三星在晶片代工方面的实力并不弱，其市场影响力也不小。不过现在，台积电几乎将三星挤出晶片代工订单。虽然台积电本身就比三星实力强，不过这样一来，无疑也能向世界展现出台积电自身强劲的市场竞争力，无疑大大增强台积电的市场影响力。在这样强大市场影响力的作用下，未来对于台积电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也是大有帮助的。这也使得台积电5纳米订单不断，实现 20% 的营收占比目标不是太大的问题了。然而台积电又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总部地区时常出现电力短缺。这会给台积电带来什么影响呢？又该如何去解决这一问题？7纳米是台积电最大的营收来源，贡献了1/3左右的营收，其次就是5纳米了。由于初期对5纳米生产线的投入较大，又是台积电最重要的高端工艺组成部分，因此台积电一直都希望加大来自5纳米的营收比例。而情况也如台积电所愿，除了苹果这个最大的客户持续下单5纳米之外，联发科、高通、英伟达、比特大陆、博通、AMD 等等晶片设计巨头都将5纳米晶片订单交给了台积电生产。有了这些客户订单的支持，台积电5纳米生产线几乎就没有停歇过，生产线已经是爆满了。为此，台积电还挪用了原打算生产3纳米晶片的生产线，用于缓解5纳米生产线不足的问题。换成是别的公司，生产线爆满肯定是件好事，台积电也是如此。只要给台积电足够多的时间，完成客户订单生产，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要科技有科技，要设备有设备，可台积电又面临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生产线能否正常运转，那就是电力供应。3月初，台积电总部地区又遭遇了大规模的停电事故，有500多万的家庭住户受到了影响。台积电总部所在地的新竹科学院区工厂也遭遇了停电。不过经过台积电的调查回应，对停电事故表示没有影响。在这次短暂的停电事故中，台积电的生产线依然保持运转状态，生产并未大规模停摆。虽然这是一次有惊无险的停电事故，也已经透露出台积电所面临的问题不容忽视。这次没有造成意外，但如果到了夏季用电高峰期，再加上台积电生产线全天候运转，大量的5纳米晶片订单对电力的供给、能源的消耗都是非常巨大的。哪怕工厂停电几秒钟，也可能导致正常运转的电晶体设备失效，造成晶圆损坏。而台积电又是出了名的用电大户，2020年用去了160亿千瓦时的电量。尽管台积电建起了完善的供电系统，在工厂周边肯定也会有备用方案，可台积电也无法保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停电事故后还能安然自若。毕竟晶片生产本就需要做到万无一失，有一丝丝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晶片生产失败。那么台积电该如何解决电力持续供应的问题呢？台积电如何解决电力问题？
晶片制造对电力能源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若没有足够的电力支持，生产线就无法运转，造芯就更不可能了。而台积电解决电力问题的措施也是有的，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将工厂建设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建厂，分散晶片生产压力。台积电已经推进美国和日本的晶片工厂建设了，美国建设的是5纳米工厂，已于去年6月份正式动工，日本工厂也会在今年4月份启动。台积电位于美国和日本的工厂都计划在2024年投产，一旦投产成功，那么台积电将在海外掌握更丰富的产能。最重要的是，减轻对总部地区的生产晶片用电压力。这种将工厂建设全球化的管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单一地区的用电需求。第2个方面，大力推进绿色能源的应用，摆脱对传统电力供给的依赖。现在很多地区都在推广绿色能源，建设水力发电站、风力发电厂等来实现稳定的绿色能源应用。不仅可以避免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还能摆脱对传统电力的依赖。台积电已经和奥斯特德签署了长达20年的绿色能源供应协定，到时候会在总部地区范围内建设风力发电厂，从而获得长久的绿色能源供给。台积电面临电力供应的问题，若只是低频次的晶片生产需求也就罢了，可是现在台积电被许多大客户下单5纳米，如此多的5纳米订单，对生产线的负荷是比较大的。一座大型生产线可能需要同时调动好几台 EUV 光刻机，这些大功率电晶体设备没有一个是省电的。台积电5纳米订单源源不断的涌入生产线，这看似是件好事，实则台积电也面临不小的生产压力。不仅将3纳米生产线挪用5纳米，还时不时发生停电事故。台积电也不可能保障每次停电都没有事故发生，所以台积电要想持续保障晶片供应，就得先保障电力供应才行。